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王哲。在看到俄乌之间的最新战况，我们看这张图呢，就可以了解目前最新的战况。目前俄罗斯正在攻打红军城，主要想突破这个乌军打到这个地虐博河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攻击的方向呢，主要有3个方向，要往3个地方呢来做进攻，来做主攻。那现在问题是卡在哪里呢？卡在这个克斯伯，现在推不动。那奥地利的参谋就说了，重点在红军村。乌克兰还有大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分析进来的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局势他说目前乌克兰呢在库尔斯克的攻势减弱，那俄罗斯的空袭增加当中，所以目前看起来包括了顿巴斯地区作为目前作战的热点。那白俄罗斯边境的部队集结，以及乌克兰国家的能源陷入了匮乏状态。那俄罗斯的在巴顿斯主要的攻击点呢，3个集团的这个军呢，包括了中央集群，包括了南方集群，还有东方集群，正在沿着300公里的战线来发动前进。俄罗斯呢，打算利用这些力量呢，来做突破第2道的防线。那如果可以的话，红军村的战术呢将会被突破。那能否成功，取决于乌克兰的防御那泽伦斯基当然也讲话了，泽伦斯基怎么说呢？泽伦斯基呢，现在加大了施压华府，希望要求放行用美国武器来打击俄罗斯的领土他是这样做法，说希望来这个包括了俄罗斯的防长来访问华府之后呢，乌克兰防长呢访问了华府之后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发表演说，希望说进一步施压美国的同盟国使用其他的武器来打击俄罗斯的领土。那除了这样之外呢，现在乌克兰也祭出了杀手锏现在。你美国跟欧洲在观望没关系嘛？我就祭出了天然气威胁。乌克兰呢决定2025年开始停止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的过境运输，那这样会影响到欧洲非常多的国家所以现在有报道指出欧盟今年冬天呢可能会耗尽天然气彭博社就写到说，如果今天天气非常寒冷，或是俄罗斯的燃料运输停止的话，欧盟仓库天然气的库存可能会不够。那如果乌克兰停止协议，跟一些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或者斯洛伐克的天然气供应问题会变得特别尖锐，所以目前看起来挪威的天然气现在维护令也让欧洲市场紧张了，因为现在这个挪威尽管那个欧洲储存设施大概在冬季暖季之前呢就接近了92%，但因为挪威计划能够有一些维护工程那进一步的消耗了产能，所以让整个欧洲的市场开始紧张起来。那挪威的能源安全局的局长就表示挪威的能源部门将面临俄罗斯的破坏威胁。那俄罗斯会破坏欧洲的能源得到救赎吗？现在看出来可能要有些国家开始要自救了。谁要自救了？匈牙利要自救了，他开始跟 MVN 的集团完成了这个气田股权的收购，要决定来自救情况。因为这个集团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的这个宁西油田之一，所以像看起来好像这个能源的议题跟乌俄战争也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关键。那现在呢，中俄的天然气蓝图金砖的人民币也是不是普及下来？这样大家看到，我们先看能源的部分这个普京即将来访蒙古，那或是蒙古现在开始做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因为普京在9月3号就要访问蒙古国了，那要参加苏联在蒙古这个战役中获得85周年的这个纪念，但是问题是。乌克兰敦促蒙古国逮捕普京但是媒体认为蒙古国呢将会违抗 ICC 的逮捕令。那现在问题是卡在能源的议题嘛，所以蒙古卡着西伯利亚力量2号，如果普京谈不拢的话，会不会改到哈萨克去呢？我们看这张地图就非常明显了，会不会原本是借由到蒙古方面去，那现在会不会改由绕道的方式呢？就会看到现在哈萨克驻俄大使透露，如果这样的该管道一旦落成的话，俄罗斯每年可以向中国运输大约35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那中俄两国呢在能源的议题上合作能够更加紧密。再来谈到说，刚刚谈到人民币的一个情况，像人民币呢跨境使用率增高英国媒体就分析了，这是对俄制裁所以促使大陆呢摆脱美元的情况。金融时报就分析了，由于欧美进入俄罗斯制裁以及俄罗斯等密切关系，加大了大陆人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香港商报也点出说，新开发的银行将扩大成员国来本国或
本国币的融资情况。那包括像阿尔及利亚，现在它不只要加入金砖国家的这个开发银行员，它还扩大，等于是大陆的人民币呢扩大在金砖的国家做人民币的使用率。华国先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怎么看一下像乌俄的战争情况？现在这个乌俄的整个的这个战略就是说双方乌克兰的战略跟俄罗斯的战略好像是相反的。是。对，乌克兰现在是要这个围魏救赵，所以他打了打到这个俄罗斯的境内去了，那这个库斯科去了。可是呢，问题就是说，并没有造成俄罗斯把大量的军队调到这个新的战场对，库斯科来回防，反而俄罗斯加剧了他在怎么样？在这个现在在这个顿巴斯这个东部这个战线的这个就是说俄乌东部战线的这样的晋级能力。我看最近的报道说，俄军事实上离整个乌东的现在俄乌战争的最重要的战略重点红军城已经大概6公里了。是，所以正在逐步推进。如果说把红军城拿下来的话，那整个战略态势从2014年开打的俄乌在东线的战争就会有决定性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乌克兰花了10年左右，在北约的这个支持下所建立的防御工事强大的一个防线被突破。那这个对于俄乌东线的战局那个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乌军这个他起码现在进去了库斯科大概有1万到15000的兵力，而且都是精锐部队。所以这些部队呢，并没有让俄罗斯把部队调来这边跟他这个精锐部队对决，反而看起来俄罗斯是老神在在。是，那乌军虽然说他有很多进展，可是我们认为他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往前面的路桥都炸掉了，他是等于有一点画地自限是，那回过头呢，就等着这个俄军来进攻吗？好像俄军也不是很急着要收复这一块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所以现在这个战局我觉得就是说对乌克兰包括很多这些这个北约的国家军事将领都认为这个对乌克兰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而且在这个情况下，正好这个普丁又加强这个国内的这个爱国主义，跟他对普丁这个政府的支持是，那表示这个是北约这个利用这个乌克兰入侵了俄罗斯的领土。那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境内的这种我想他在征兵或者动用更多的这个资源来投注于国防会变得更容易。那我整体来看，我认为这个普丁他的战略基本上他在等美国11月5号投票的结果。12月投票的结果如果说是川普当选的话，那泽伦斯基就没戏唱了。对，所以现在并不是值得花大力气的时候。真正如果说是川普没有当选，是这个拜登是贺锦丽当选的话，那这次战争还要再打一段时间，到时候再看。那如果说是川普当选的话，那现在花那么大下的力气就有点浪费了，有点不智了。所以其实俄乌战争这个基本上，我觉得真正的主导并不是泽伦斯基，那么真正主导是普丁和谁？和拜登。是2个人在里面较劲。那这个东西是个高手过招那等于说都有很深厚的战略的这个思维在后面。是，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乌克兰有能力击败俄军的话，他在他东线就不会节节败退了。是。那不过泽伦斯基，我觉得他的处境现在跟这个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相当接近。如果这场战争突然结束的话，那么可能泽伦斯基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那很可能不止他的政治生命，他个人的安危都有问题。所以他现在是怎么样？他现在过河卒子，他没有任何选择，只有配合美国的尤其拜登给他的指示，他只有这个选择了。所以战争是很现实、很残酷的你要陷入到这个战争泥淖以后任何人就很可能会变成泽伦斯基今天的处境。是，好，请教李教授，现在俄罗斯好像乌克兰是不是退无可退，要用天然气来做威胁？
对，因为天然气一直是乌克兰手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筹码跟武器。是，从这个2022年这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从北溪俄号管线的一些纷争，或是后面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阴谋论等等，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俄罗斯普丁，我稍微讲一下，就是普丁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他最近感觉起来对外好像比较动作会比较多。刚开始发生俄乌战争的时候，因为他被国际孤立，被各式各样的制裁，是他出访的频率比较少。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从越南、从北韩、中国大陆2次，再包括上月的这个亚塞拜然，还有之前的哈萨克，他出访的频率比过去多很多。大概有2种解释一个是他希望能够在外交上开始回过神来，开始巩固他周边的地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有人说他是想要刻意展现他的一个自信，是就是说，即便是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好像我被西方社会孤立，但是我还是很多的外交能量。那这次去蒙古因为蒙古虽然是这个蒙古国算是 ICC 罗马规约的签署国，但一般判断大概不会对普丁动手。对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不会去。是，就像去年的南非这个金砖国家峰会，应该也是1年前。当时南非的表现就是有点面有难色，最后俄罗斯派了这个外长出席。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普丁我觉得他会利用他各式各样的机会，还是展现这样的动能。那刚刚俄乌战争，我还蛮同意刚刚大使所说就是乌克兰这个入侵所谓的库斯克地区也很快1个月了，它的面积基本上判定它的攻势慢慢就停下来转而是巩固，包括它的周边侧翼站稳脚跟为主。那普丁这个泽连斯基目的到底达到没有呢？我觉得好像没有完全有因为一个就是牵制原位就造他希望在东线是这个顿巴斯地区减轻乌克兰的一个压力。是，但是很明显看起来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没有放松，所以刚才会讲到红村。这个红军村或红军镇，基本上这是俄罗斯的用字遣词。是，但不管如何，这方面俄罗斯还是往前走。那乌克兰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他甚至从东线抽调部分的兵力去打库斯克，这是他比较麻烦的一个地方。那至于其他的这个泽连斯基的目标都对内凝聚士气了，还要向西方社会证明我有能力，还能够攻城略地，转守为攻，应该有达到。第3个，我觉得就是政治筹码这政治筹码也是牵涉到11月初的美国大选假设最后要真的上谈判桌，基本上我有土地，你有土地，还有交换的空间，否则是没有。但现在燃眉之急，我觉得对泽连斯基就是你这个红军城或红军村这方面的一个俄罗斯攻势完全没有止歇，因为它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了。它至少这个地区里面连接至少4到5个重要公路，一条铁路线。所以是重要的交通跟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去俄罗斯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还是发动很多3不5时来一个对基础设施的破坏攻击。我觉得这是打心战，是有点像在4月份的时候，电力设施、电网基本设施要让乌克兰老百姓感受到痛苦。这是长期可以观察的。好，请教平哥。我是觉得乌克兰现在应该要赶快把他在库斯克这边的部队撤出来。去保卫他的红军城，因为红军城那边是他花了10年的时间建立起来。其实整个乌东战线，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柱。是，如果说这个支柱被破坏掉，被俄军拿去的话，那他后面可能会一路被人家打到第聂伯河那边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他的重心要害恐怕都没有办法去守护住。那可是现在为了政治上面的宣传，变成他没有办法主动从库斯克那边撤走。他还是希望借由这一个政治上的宣传，然后激起西方国家给他进一步的援助。可是我觉得泽连斯基可能要看清楚一个状况，也就是西方国家能够给他的援助，其实已经差不多到底，大概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你看美军明明有更多的东西，可是你看美国一次给他吗？没有，美国都是分批的，慢慢一次丢一点给你，一次丢一点给你。所以很明显的，美国其实要的也不是乌克兰一下大获全胜，他要的其实就是你拖住这个局面而已。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乌克兰自己要去想清楚，因为你在库斯克那边是他的最精锐的部队，还有装甲群。是，那如果这一批到最后你不走，那接下来的这个你就要那个雨季，甚至到冬天，你的部队被困死在那个地方，到最后甚至被俄罗斯人拿走的话，那你的本钱几乎就全部丧失了。到最后
你的谈判筹码恐怕是更差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你现在就算威吓说你要去截断天然气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西方能够给他的援助还是有限的。所以我是认为泽连斯基最好要先保自己，因为如果你在乌东这边招致大败的话，泽连斯基自己恐怕都会坐不稳，到时候你是要逃亡去美国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我真的觉得他自己要赶快去想，这个情况是不妙的。那反观普丁就显得老神在在，是就无所谓，我就到处今天去车臣，明天去蒙古，后天去哪里哈萨克，我就到处转，然后看起来都无所谓。而且你要知道，普丁他不仅是在做一些外交动作，他同时也在做一些威吓的手段。你看他去蒙古。他要参加苏联在哈尔辛格尔河战役，这是什么战役？你知道？一般台湾人可能比较不清楚，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诺门坎战役。是，那俄军当时的那个前苏联在那边打败了那个日本，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会特别去参加这个，代表什么？其实也是在对日本威吓，表示我们85年前打败过你一次，我现在还是可以再打败你。所以我觉得普丁现在他有如此游刃有余的，可以在到处做这种外交，甚至一些政治上的攻防。那泽连斯基更要小心，你恐怕所有的战略都被人家看透。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这个中印来争夺斯里兰卡，因为斯里兰卡呢现在总统大选快要到了，现在变成中国跟印度的拉锯战哦。因为斯里兰卡地理位置它处于这个印度洋，看地理上呢非常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那这个岛国呢横跨了全球一些重要的海上关键。那9月21号呢，斯里兰卡呢将要从39名的候选人当中呢选出下一任总统。哇，39名选一真的是蛮多参选人哦。那也是斯里兰卡史上的候选人最多的一次哦。那这次的关键点在哪里呢？选出了这个总统参选人呢，候选人呢，这个总统呢将会决定哦，到底是会转向印度还是中国。那看现任的总统，他其实是有效来平衡中印关系咯，他有获得印度的大量投资，同时也跟中国保持合作。那下一任总统会不会继续维持这样的关系？大家也在看。那中斯关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陆呢将斯里兰卡视为“一带一路”的关键节点，承诺呢将会开发这个战略的基础设施啦，包括像一些港口啦，还有机场等等，接下来都有可能会来做一些开发。那解放军跟斯里兰卡呢建立更密切的防务合作情况哦。那与此同时呢，印度跟中国的军舰呢，也同时提靠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哦。可以看出来呢，其实大家都想要争夺斯里兰卡，所以现在印度的国防官员就说了，中国的军舰呢，现在已经在印度洋停留时间获得比较多，那现在也让印度面临到一个重大的挑战。那这个风向是不是代表斯里兰卡比较接近中国的感觉呢？现在大家也在看哦。那南亚的地方，其实很多国家开始也慢慢转向跟中国开始交好了，尤其像孟加拉他也签印了总理啊，现在都辞职出逃了。那更别说过去发生一些事情呢，他会了尤努斯还会见了大陆的大使哦，来争取中国的太阳能板呢能够迁移到孟加拉，甚至军方也跟他达成共识，要组成临时的政府，然后支持当地的这些绿色转型的一个情况。再来看到尼泊尔现在新政府也向大陆示好了，撤回 TikTok 的禁令。哇，甚至呢，尼泊尔的边境居民还可以持证来出入西藏，看得出来呢，把这个门打开之后，大家看起来交情更好了。那马尔地夫呢，现在也跟大陆签署了 FTA 自由贸易协定呢，在9月，就是今天开始，要9月1号开始生效。再来不丹哦，我们看不丹的卫星的影像显示，在不丹的境内呢，迅速增加许多定居的据点。那这个点呢，就变成说，边境的村庄都建立起像这样子的长城情况，看得出来关系也是蛮紧密的。再来巴基斯坦这个不用讲，他直接说，哎呀，中国根本就是我们的铁哥们。哇，这个感情用这句话就可以代表一切了。那远来看的话，现在中国跟印度谈判是不是没有结果呢？印度外长说，我们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讨论中国问题的国家。他怎么说？他说，印度有个特殊的中国问题哦，超越了世界上的普遍中国问题。中印两国的边界呢和关系的要求来自于中国投资进行审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中国跟印度呢4个军舰在印度洋正面对峙，看起来情势也是蛮紧张的哦。那边界谈判呢，现在印度重申红线哦，现在没有能取得突破，显然两国在这个议题上看法不同，因为已经第31轮边界的磋商了。讨论这么久还是没有共识，那印度就说现在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的高层进行政治对话是必要的。那莫迪呢很有可能在10月参加这个金砖的峰会，跟习近平来参加1对1的谈话。那我们知道边境的基础建设呢是重中之重，也是通往列城的第3条的路线，现在要全面展开哦。印度的国防部呢优先展开中印边境的道路计划的指定项目，未来几周呢将完成第3条通往列城的道路。那这列城道路为什么重要呢？因为现在看到印度的空军重兵呢是驻扎在列城基地，那是针对中国的。那印度的陆军呢，过去5年一直在中印这个边界实施一些这个军事的部署，包括火炮啦，还有坦克等等，在连山上的这个掩体都清晰可见。好，那我们再看到中国跟越南的关系加深了，是不是因为稀土战略来结盟、来联盟呢？这个中共的广西自治区的书记率团访问越南，签署铁路合作备忘录，签了31项这个备忘录。那现在大家猜是不是要跟美国来争夺越南的稀土开发或是提炼？那大陆的稀土集团呢，拜会了越南的国产委主席那所以这样看下来之后呢，中越如果在稀土的开采或是炼制上有深化合作的话，可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上的地位跟话语权，看得出来呢至关重要。好，花果来先请教一下介大使，介大使你怎么看现在斯里兰卡的大选，好像跟印度跟中国也呈现一个拉锯战的情况？对，斯里兰卡事实上他这个被这个政变的这个被离开这个斯里兰卡这个总理哈希纳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如果他把这个同意把这个斯里兰卡这个就是这个他们国家的一个岛是租借给美军的话，他今天就不会遭遇到这个状况，所以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说。他的那个政变是在美国人在背后在运作的，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就是这个一个很严重的啦，很严重的问题这是斯里兰卡，所以就是说整个来讲就是说在南亚的部分印度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印度实行一个所谓的南亚霸主的政策，大印度政策是，所以它跟这个所有周边国家都发生过战争，或者甚至就是说很多领土的纠纷，对，领土边界都不是很安宁的。那以斯里兰卡来讲的话，这个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它的北部的这个塔米尔之虎那么中间呢这个外力的援助之一就是印度，因为这个种族基本上跟印度南部的这个帕米尔族是同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变成说，印度是想要控制它周边所有的国家，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变成周边的国家都希望引进其他的势力来制衡印度的力量，是，那最大的力量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了，没错。所以过去就是说，20次大战结束以后，在南亚的这些纷纷扰扰基本上这个在中印边界这个中国中印边界反击战以后1962年、1961年之后那么这些被印度欺负的这些南亚的小国都去寻求中国大陆的协助，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局势。那当然其中还有就是变成就是说还有这个美国的角色在里面。那美国当然希望这个印度跟中国大陆要有冲突，可是问题现在就是说，中国大陆对于这些南亚的国家，有海岸线的国家也好，或者说在喜马拉雅山深处的这些国家来好，有中国提供大量的军事，不就是经济还有发展的援助，这个是印度做不到的。印度自己本身都还没发展呢，经济还没有，都还没有改善呢。所以我觉得印度现在感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是，那斯里兰卡跟印度的关系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斯里兰卡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印度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域，因为这个是中国大陆尤其这个能源的一个生命线。那虽然中国大陆希望从这个巴基斯坦，从这个
直接那个就直接油管接了巴基斯坦的这个靠海的部分直接油管接上去，然后从中国的新疆进去。可是这个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像中国大陆跟缅甸也在进行这样子的合作，皎漂港也在建。那不过整个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势必要在这个印度洋把这个军事的力量，尤其是海军的力量送进去。是，所以印度感觉到很多的这个压力，美国也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力量进去。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区将来这个中印美之间的角力关系三国角力在里面对对对，会越来越激烈。是，好，请教李教授。对，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中国大陆跟越南关系也是非常的复杂。因为这一次刘宁去了这个越南访问，其实他就是紧接在这个越南领导人苏林才刚刚结束对中国大陆的访问，他刚接任领导人没多久去中国大陆访问。那这次刘宁去，其实基本上对越南的高层也是该见的都见到，一网打尽从苏林到总理范明政、副总理、外长、经贸部长，还有包括地方的这些重要的一些越南的高层，从胡志明市到海防市等等都是。那这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他签了很多的这个合作备忘录，是31项，里面从边境的这个物流、农产品、交通。这个基础设施到这个旅游等等，但大家最关键的还是最有兴趣的地方，还是所谓的交通运输方面合作，铁路，尤其是铁路因为这铁路的事情，在上一次去年习近平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很多的铺陈跟琢磨。是因为中越关系，即便是有些比如说南海的纠纷或者历史的情节，但是以实务上来讲中国大陆毕竟还是越南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的贸易额将近是1700亿美金。越南的对外贸易将近1/4是跟中国大陆有关，25%比重非常重。那所以呢，去年底习近平访问越南一直到今年所铺陈，就是中国大陆希望在越南的很多铁路建设，甚至包括高铁，都有它重要的角色。是，这里面有几条一个是升级既有的铁路系统，越南老街、河内、海防就是刚才的图卡里面特别提到，这有穿越到越南的稀土的矿藏很重要，还有升级这个亮山到河内的现有铁路，还有包括芒街海防的这个沿海铁路，更重要的是所谓的高铁，因为越南要建这所谓的南北高铁，因为它的国土非常的狭长，将近这个1500公里的这个高铁，其实已经谈了20年，这其中包括韩国。早期也有包括日本等等，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事情的规划、筹资，各式各样的方案，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最后的定案。是，但是可以看到这1-2年，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蛮积极去做琢磨，希望能够在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它这个建起来的数字还是非常的天文数字，有各种不同的评估了。那将近500亿、600亿、700亿美金都有。那现在看起来，为什么迟迟没有办法定案？有点感觉是越南能够希望从中国大陆那边得到更优惠的一些条件，包括经济、包括贷款、包括合资、包括成立共同的公司，仿照中国大陆在其他国家的做法所以这是中越关系里面最务实的一块。是，好，请教平哥。其实印度一直是个很有趣的国家，也就是理论上来讲，美国是一直积极想要拉拢印度加入所谓的印太战略。你这战略都叫印太，印度都不参加，那叫什么印太战略？可是印度就是若即若离，就是一副我也不太想听你美国人的指挥。那当然，印度会选择这样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美国通常对他的盟友会要求很多东西，要他配合美国，很麻烦啊，对啊。印度是不太愿意配合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变成美国的印太战略，因为少了印度，根本印太战略都搞不起来。那可是印度又一直认为他是整个印度洋就是他的，对，所以他对任何人入侵印度洋或者势力延伸到印度洋来，他都高度关注。所以他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在注视中国大陆，他每年都在算他每年都特别出报告，中国大陆的潜舰来多少次，军舰来多少次，是经过印度洋多少次，他都一直在计算，算得一清二楚对，但是现在整个局势其实慢慢变得对印度有点不利，因为你看刚刚你们提到的马尔地夫、不丹、巴基斯坦、孟加拉，然后这些围绕的印度周边的这些国家，斯里兰卡，一个一个跟中国大陆不是关系变得越来越好，直接讲是哥们的，对啊，就基本上就是跟中国大陆越走越近。是，那几乎已经把整个印度都包围住，等于印度所有邻国几乎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在正向发展。那这对印度来讲当然是隐忧，变成在战略上它就缺乏优势。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印度当然对他想要跟中国大陆争霸的这个想法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阻碍。可是
印度因为自己国内有太多的问题，所以尽管他一直不断的在去追求军力，印度其实军事预算很高，他还有2个航母战斗群，然后现在在制造这个核动力潜舰，他一直想要追上中国大陆，可是印度自己本身内部问题重重，他其实在军事上常常会出现，你看起来武器装备好像很新颖，可是整个军队的协调性不足。就算他9月真的去见到了拜登，那说一句啊 ，so what？ 因为现在他已经即将要走马下任了。那可是呢，在走马下任之前，他有可能还会有最后一次重要的领导人会晤，这个呢是在11月，原因是因为秘鲁这边呢要办 APEC， 那现在秘鲁的讲法就是包括了习近平、包括了拜登都会来，那有没有可能最后一次的习拜会就在这个时候来举行呢？其实呢，双方都在讲，在这一次苏利文访中之后，其实看到了持续的对话，但也看到了彼此之间就真的有分歧嘛，甚至在苏利文去之前、去之后都有一些效应。什么意思？你看看，美国现在推迟了公布对陆商品征301关税的决定，原因是因为这一些关税其实先前早就在12月，去年12月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讲说你是不是要继续301关税。那当然，中方这边讲就是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美方这边现在给一个讲法，就是说呢没有。跟12月一模一样，公众意见我还没有搜集完，等我呢征询完公众意见之后，我再来公布有关的措施，还有执行时间的问题。你把细目来看一下，电动车啊、锂电池、半导体跟太阳能板，你要对这些东西征收比较高的关税的时间点，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正确的来给它放行？大家都要看是后拜登时代，他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好，特别是这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较量，看起来是什么？是电车的部分，比亚迪现在要再下一城了，他们将收购欧洲的经销商，也意思是说呢，还之后会开始更大的在海外市场上头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好，同时呢，他们现在也看到上半年的获利是增加24%，而且是毛利率已经超越了特斯拉，而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是营收15.76%的成长。那这样子的数字，确实看在特斯拉的眼中。耳里都会觉得说，哇，那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来努力一下下？原因是美中双方现在确实是在较量之中，而美方呢，透过他的这些盟友们一直在限缩中方的范围，包括了荷兰的艾斯摩尔传出他们在中国的维修有可能直接就叫停了，也就是说呢，他跟你买的这些设备之后，你应该会有后续的维修服务，这一些之后是不是会暂停？他们的首相新任的这个荷兰首相直接讲了，说经济利益呢其实是极其重要，任何的决定都还是会在艾斯摩尔没有蒙受损失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会发生。好，在科技战的这一局，大家就说后续到底谁会赢？到目前为止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还没到最终的结局。好，可是就科技在另一个层面来说，娱乐产业这个确实啦，现在黑神话悟空是已经碾压了这些老的大厂牌。索尼新游戏现在说呢，完全比不上悟空。为什么？悟空现在在 Steam 平台里面呢，说销量已经来到了1500万。好，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不是每一款游戏砸了钱、砸了时间之后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回报。索尼这款新游戏叫什么？叫做《新名特工》，它其实也研发了8年，砸的钱有比较少吗？没有啊，它砸了50亿耶。结果呢，首日在线只有700人，大家就在问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就说了，原因是因为呢，这里面他们所谓的欧美政策。DEI 就是你要符合多元，你要符合平等，你要符合包容。他说就太符合这一些政策了，导致很多玩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叫做政治正确过头，根本不好玩。玩家想要的是你打起来之后那个声光效果啊，那是不是真的符合他们在想象中的世界？可是如果你太过政治正确的时候，它对玩家来说真的是一个好玩的
游戏吗？而目前为止呢，黑神话悟空在全球，也特别是在华人圈，确实是很有话题，而也掀起了一阵旋风。好，可是呢 ，Xbox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登陆，那有可能啦，是因为它跟索尼签了秘密的独占合约，所以呢才会 PS5 可以玩，可是 Xbox 还不能玩。只是到底为什么爆红？那大陆学者的认为是说呢，是不是说文化越浓就越能出海？其实说得上的还是什么？是说你必须要能够好玩，然后才能够得利于这个文化的传播。这一切回过头都还是你要服务的是这些玩家，你要让这些玩家感到的是有趣、新奇、好玩，才能够达成成功要件。而至于在另一个部分、另一块领域，是有关于这个空中巴士的领域。好，现在呢，波音737呢，超过10000米的高空，突然之间氧气罩脱落，看看这个画面吧。当时所有的乘客呢都在尖叫，甚至有人直接哭出来了，也让机长呢赶紧原地的折返。而至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波音又再一次的空中事故当中，大家担心的就是说，到底现在波音他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做他们的品质管控？至于在中方，他们现在国产的这 C919的商业飞行呢，已经开始专业化定制，保障到位。也就是说啦，东航现在呢，它又接收了7架的飞机，他们已经累计执行商业航班超过3600班次，飞行时间呢是10000小时。当中方已经开始可以自己自制 C919的时候，大家下一个问题就是，波音737先前告诉大家，我们未来认为中国会是一大市场，可是如果我已经可以自己来做 C919的客机的时候，我是不是就直接会影响到波音的宝座呢？那这一些就会让大家认为，未来的航空市场、航太市场有可能那个大哥、二哥的位置换人走走看。要请教杨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我们先回过头从这个政治方面来好了。原因是因为最后一次的拜习会，很多人都在讲了，在年底的时候，2个场合，一个是 G20， 一个呢则是 APEC 峰会。秘鲁已经直接讲了，这2个人都会到，很有可能会有所谓的会外会。我觉得在 APEC 举行这个习拜会拜习会很有可能，因为秘鲁已经讲了，2位这个领导人都会来，那就表示美国确认了，普丁不会去这一次秘鲁的 APEC 高峰会，因为如果普丁去的话，拜登就不会去，所以G20是不是可以推论普丁可能会去？有可能，因为巴西总统鲁拉其实比较强力的邀请，而且G20这个场合比较是分2个阵营，西方阵营跟全球南方阵营，比较有一点政治性，在这边举行习拜会。不像是在 APEC 里面比较 ，APEC 是个大拜拜，经贸的大拜拜，那所以呢比较有那个氛围。那同时，其实这是习近平跟拜登说辛苦了 ，OK， 你打我打了4年，那这个接下来要好好保重身体，对不对？要维持那个氛围。外交没有垃圾时间。我们现在讲拜登要下台了，对不对？他到如果11月5号。新的美国总统出来说，他真的变得看守了。到1月20号，对，那可是在这个时间都选出来总统了，新的美国总统，然后呢，在11月10号左右的那个礼拜，会在秘鲁举行 APEC 高峰会。这个时候举行习拜会，那什么意义呢 ？No， 外交没有垃圾时间。也就是说，它其实一方面是展现你自己本身国家的这个整个。对全球、对 APEC、对美国中美关系的大的政策方针，这个方针不会因为你美国换个总统我就变嘛，对不对？那当然你美国政策变，我会跟着做回应，可是呢，这个会议就表现出其实中国的外交的一致性、延续性，同时它也有可能拜登之后，现在贺锦丽当选的很高哦，我现在都还不敢预测谁会当选哦，因为。我觉得还变数很多，至少要等到9月10号之后1个礼拜，等他们的辩论结束之后，再看美国的媒体的这个反应。贺锦丽的 CNN 访问，65分，70分不到 ，OK， 所以过关了，但大家并不满意。那美国人还是重视政策，尤其是国内的政策，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贺锦丽当选，然后你跟拜登有一个习拜会，那当然也就延续了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互动。
当然，这个习拜会不会像是上一次在旧金山那个习拜会这么大规模，然后准备个1天，然后大家谈个1天哦，不会是像那样子的。那另外，我觉得其实就很清楚啊，美国持续会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尤其是在贸易、科技以及整个就是全球的市场，至少在美国跟西方的市场，它都会打压。可是他要打压中国商品没有办法进入到美国跟西方的市场，那同样中国也不让你进他的市场啊，对不对？那现在谁的市场比较重要？那这就变成一个竞争了，对不对？第二个，你让你的技术不能被他用，那他现在发展他自己的技术啊。那日经在上个礼拜的报道，我很怀疑他的报道，但是他居然这样说华为的麒麟晶片跟台积电只差3年，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台积电相关人出来否认，也大概不需要面对这个事情做否认。可是西方媒体有这样子报道，这也许其实是在带风向，我不知道，但会不会是真的呢？但不管怎么样，市场跟技术其实都是美国的觉得它占优势，但会不会技术这个贸易战、科技战打到后来，已经变成中国大陆占优势，它的市场做主导，它的技术可能会赶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新的美国总统上来之后，怎么面对这个情势？川普的2.0会不会单纯就是 1.0 的重复？贺锦丽一定是拜归贺随，初期的时候，那就叫拜登2.0好了。那但是这个中美的双方呢，会在未来这个习拜会，也许可能会闻到一点那种可能变化的方向。好，如果说这个贸易战不管是川普上来，又或者是这个贺锦丽上来，基本上延续的可能性很高的话，那你也得看看啦，就是到底哪一些产业有可能会受到影响。车的部分现在他们很在意比亚迪，因为现在看起来它应该就是龙头嘛，市场上头的龙头。但是呢，如果说是比如游戏啦，或者是这个航太的这个部分，那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请教一下左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好，第一个我们先看到比亚迪哈，比亚迪现在因为买了这个德国的公司，其实他现在比亚迪大概最关心在欧洲市场这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现在欧洲要给他课税的这件事情。虽然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没有像美国那么高，因为美国是100%嘛。现在说比亚迪大概是17啊，就有另外一个数字说比亚迪可能是17，然后这个吉利是19。那但是到底会不会课？到10月会定案。那在这个过程中间，现在已经有媒体揭露，就是说，现在他们大概可能会提出一个和解的方案，就是说谈判的方案。那比亚迪跟其他大陆的这些汽车公司可能会，就是说对它的价格做一个下限，就价格不会低于多少钱，然后数量做一个上限，就是不会卖超过多少辆。那这样子避免它的这个对它课征这个高额的关税。那这个情况其实已经比加拿大、比美国的情况要好。那现在看起来也有可能谈判成功。那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一半一半啦，但是因为过去欧盟对大陆的这个太阳能板课税，后来也是谈判解决。对，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就看这个可能性。而这里头谈判过程里头最关键的就是德国，因为德国是最反对课关税的。所以比亚迪这个时候去入主德国的公司，其实某种程度它就是一种投资。因为其实欧洲国家是希望说，大陆的公司是不是到欧洲来投资，来增加就业啊，增加这个当地的这个经济产出，所以这个我觉得要从那个角度去理解。那当然讲到 C919，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大家过去对这个飞机到底情况怎么样不太了解，结果今年一看订单非常多。那他现在的问题反而是说，他的能够生产的量还赶不上他订单的需求。现在他是1年生产150架，那他现在已经有，就是除了这个东方航空之外，就是南方航空，还有中国国航。那还有一家公司就是这个帛琉的这一家叫做奇迹公司，奇迹航空。那这些公司当然加总起来这个订单，所以现在。就是中国商飞公司是说，在未来5年每年要生产150架。可这150架，如果你对比像空巴啦，或者像波音啦，其实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小的。当然还有其他也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它取得商证，取得这个商用的证号，这个
证号，就是商用的这个凭证了，就是许可它飞的这个凭证，在欧洲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同时包括在文莱，因为刚才讲到文莱这家奇迹公司，它要这个购买它的飞机，它也要取得它的这个许可。那这个大概就是现在他们主要要突破的地方。那不过附带一提，文莱的这个奇迹公司之前已经买过这个中国商飞的另外一款飞机，叫 ARJ21。那这个大概预计今年会这个启动的这个航线，大概就是先是会 ARJ 的这个21这一款。好，我们请教一下厉将军。我们讲这个电动游戏哈，其实它投资的资本都是很大的，有时候就跟好莱坞的电影一样，你投资很多的成本，但你不见得能够赚得回来。那这次悟空，我觉得跟这个Sony 这次开发的所谓新名特工的2个游戏来做一个比较来讲的话，新名特工它也花了8年，花了50亿那么多钱，我相信也是一种3A 等级的一个电动游戏了。那它为什么上线人数不多？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你的游戏就玩家来讲的话，他求好玩不好玩嘛，当然文化底蕴也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悟空来讲能够卖到这么好，其中还有一个不可讳言，有一个因素就是有中国的文化在里面，也有中国的玩家在里面。中国毕竟有14亿的人口，他们第一次自己推出来做出来自己的3A 游戏，那一定会有那种爱国心的驱燃去捧场，所以很快的他就可以有机会回收。我相信这次的悟空神话能够获得这种很好的一个回收的效果来讲，我相信可以让新的这种游戏厂商愿意有这种动力去开发新一款的游戏。因为这个厂商出来的话，我们现在看到悟空不只是游戏可以卖到赚到钱，包括附带的商机啊，比如说旅游业啦啊，或者是说附带的商品，甚至于说是连锁联名的这种咖啡，瑞幸咖啡都可以赚到钱。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应该有机会去发展下一代的这种电动游戏，但是这下一代电动游戏很明显的一定要跟中国文化相结合，你才有机会卖得出去。那波音客机来讲的话，其实今年来讲到现在为止已经出了大概最少有10次以上的意外吧，也就是说大概前半年几乎是说1个月2次这么高的频率。在上个月里面还爆发了它的这种波音设计的这种航天的飞机啊，星际科技来讲，在太空站现在太空人也回不来，所以可见呢，波音公司它可能自己为了这种商业上的利益，能够偷工减料就偷工减料，所以它飞机没有获得很好品质，甚至于波音自己公司本身有很多的吹哨者都死于意外。所以我觉得来讲的话，那当然对中国C919是很大一个利多的一个新闻。那C919到现在为止，它产能不多，受限于它的引擎。那如果说引擎来讲，它能够自产，现在有一种新款，他们自己研发出来叫长江1000。那如果这款引擎能够挂在这个C919上面来讲的话，能够自产引擎，我相信它的产量会大大的提升。好，其实呢，我们看到是美中双方，那在这一些对垒当中呢，大家就会看到他们其实在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这边，到底双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原因是因为呢，朝鲜半岛现在有变化了。来看到南韩这一位是前南韩总统文在寅的女儿，叫文多惠，现在传出了检方突然跑到她家去搜索，那说呢，这一切有可能是跟文在寅收贿有关系，所以呢，已经把文在寅列为受贿的犯罪嫌疑人。现在呢，在韩国内部，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那目前的总统叫做尹锡悦，民调的调查很明确的可以知道，他的差评66%，所以呢，大家对他民调并不是太高。那为什么会说是分裂的朝鲜半岛？原因是因为呢，过往韩国跟日本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民族的情愫，这个跟历史渊源都有关系。好，可是现在呢，在尹锡悦所主政之下，因为他跟美国这边比较近嘛，所以呢，在美国的主导之下，他跟日本关系越来越好，甚至呢，岸田他即将要走马下任了，9月6号跟7号，他还要去跟尹锡悦来会谈，都已经确认，已经不再当这个日本首相了，还要去会谈，然后尹锡悦呢还要同意，他们说这个是很罕见的，所以他们就讲了，这个叫做亲日政府的公示，这其实呢，对于韩国的政局来说，里面有非常多的讨论。至于日本呢，日本现在则是直接跟中方对上，原因是双方你来我往啊！先前你还记得吗？日本的飞机不小心飞到靠近你们那边，或是船的不小心过去一点点，结果你发现了这个中方学起来了，才刚刚运
9侦察机不小心的飞到你的领空，大概2分钟。现在呢，则是船不小心经过你的那个附近，进你的领海将近2个小时。地点就在鹿儿岛县的外海。好，这个地方呢，在日本政府认为已经亲门踏户，所以直接向中方正式抗议。那 NHK 的报道是讲说，基本上无害通航权呢，他们认为这个自2021年11月以来，中方的测量船已经是第10次进到这附近了。测量船进来，你会问，测量还好吧？没有哦，测量它就是在测这个地形，测这边水深，测这边水温。那等于是之后前舰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这些都是重要数据啊。那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这附近的资料的搜集，甚至呢是雷达这些讯号的收集？这个都是日本非常在意的一部分。甚至呢，他们已经讲明了。中国威胁，因应中国威胁，所以他明年度的国防预算要逼近2兆元，这已经是历年来创新高的数字，甚至比今年还要增加了7.4%。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他们在这个部分上跟上的是非常快的。当然，内部的政治的一些他们主要的动力意涵，再加上美国的推波助澜，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菲律宾这边何尝不是？菲律宾昨天呢有动作，好直接冲撞起来，双方都说是故意的。我们先来看画面好了，画面上你首先看到的这一个呢，是在中国海警他们这边所公布的一个画面，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呢，是菲律宾恶意来撞他们的。好啦，画面会说话，你有画面。我也有画面，所以呢，下一个画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菲律宾他们这边所公布的一个画面。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呢，在这个碰撞当中，基本上我们是日本给我们的船，他撞我们的，不是我们去撞他的。以来我往8月就撞了3次啊，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多么样的剑拔弩张。而其实呢，他们还特别提到，昨天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这边有一个美国的军机在飞，他们说 P8A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啊？这边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对啦，你无害通过，但是你为什么要来这边造成纷扰呢？中国海警这边的新闻发言人直接讲说，这一次的这个冲撞呢，叫做不专业、危险的方式在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船舰，责任完全在菲方。菲方的讲法则是，你们要来我们这边。做部署基地，所以我们才会有在这些后事的动作啊。那你怎么能够要求我们走呢？其实两边都一直在对外放话，两边也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画面透过画面的讲法，让社会大众、让舆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呢，记者找来德国记者呢，说是跟着菲律宾渔民到南海36小时，深刻的感受到中国恐吓级别的加剧。他们说这一些呢，就是他们看到中国海上民兵跟踪他们4小时心中的感受。至于在南太的部分，好，中方传出了施压太平洋岛国论坛，在里面呢直接移除台湾参加等等的字眼。而这个我们的外交部回应则是讲说，我们的友邦有积极的来帮忙保留有我条文啦。那目前的这个达共识的联合公报，他们认为无损台湾的地位还有权益。想要请教杨老师了，因为从南太、从南海到日本到朝鲜半岛，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彼此都是内部有状况，外部有其他的压力。不管是从日本到菲律宾啊，你现在都看到，就是说这2个国家，现在都加大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许许多多在这个区域的动作的反应。日本最明显的是，他把这个国防预算加倍。对。我们台湾如果国防预算加倍的话，你可以想象大概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如果看在北京里面，这个当然就对它的安全上的影响。那同时，它也加强跟美日安保、跟美国的军事武器的研发跟采购。那当然，它也协助菲律宾在海警船上面的这个布置。那菲律宾现在这2天30号的时候呢，它在那个仙滨礁坐滩的9701号，那是日本做的哦，97公尺长，2300吨。那突然起锚了，那大陆以为他要开走了，以为他想通了，结果他转了一圈到另外一个地方坐下来。所以也就是说，他用这种方式来去表达对这个岛礁的占领。那当然，对这个岛礁同样主张有这个主权的中国大陆就不同意这种做法。所以
会有岛礁上面这种就是说冲撞，这个其实我们台湾最了解。你看到我们跟钓鱼台跟日本在钓鱼台上面的这个冲撞，其实也就是如此。但是国家之间的岛屿的问题其实是很严峻的，因为它是岛屿主权问题，可是不应该，通常也不会变成一个军事上的这个冲突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当然会有恶化。我们看一下那个图就日本那个就是这个屋久岛，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在31号昨天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叫做测量船穿越这个图那基本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延续7月4号日本的梁日号进入到中国浙江领海里面，而且别人正在做军事演习的时候，你进入领海20分钟出来，所以运九呢就在26号的时候做一个反应，进去到日本男女群岛上面2分钟，这是个设计好的。我觉得这也是个设计好的我们那个图可以看得很清楚，也就是屋久岛跟它下面就有一个小岛叫口之岛他们各自画了12海里的就是这个领海的范围，可是这个12海里根本其实没有完全接到，日本就把它给整个画下来。那因此呢，过去一直在中国方面认为说，其实船只是可以穿越这边的，那尤其是至少我们可以主张以无害通过，而且不具有攻击性的测量船。虽然它是军舰穿越这边，它再一次要去确认测试，而日本这边很强力的就否定掉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将来一定会在这个议题上还会有冲突。但是如果你就是看着日本的媒体，你就觉得哇，中国军舰又入侵，那你就搞不清楚这个状况。事实上，这整个状况是彼此有争议的，而且日方呢把这2个距离就是24海里以外的，把它但是很接近领海整个划进来。所以中国方面一直在做这个测试跟表态。事情的缘由是这样子的。是好，透过刚刚杨老师的这个讲法呢，如果再看一次那个图，你会发现那个红线真的画得很中间，刚好就在2个岛的中间。那争议事件非常多，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要请嘉宾继续来帮我们解析。好，我们说昨天南海宪兵礁这边突然有动作，让大家吓一跳，想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结果真的碰撞了。请教将军。这9701号军舰海警船呢，其实对菲律宾来讲是一艘非常先进的海警船，甚至于列在全世界各国的海警船里面都算是非常先进的。在2022年的时候，日本用贷款的方式给菲律宾，让他这个跟日本买了2艘，所以它另外还有1艘姐妹舰。那这艘9701号它先进在什么地方？各国海警船都还没有这个能力，它可以释放无人的潜具，就是它可以它可以放无人潜具在海底下实施，不管是就是他们来讲侦测啦，或者是了解啦或探索，可以做这方面，所以是非常先进的海警船。那菲律宾来讲，用这么宝贝的一条船，坐落在宪兵礁，它原来在的位置，它昨天动是为什么会动呢？它原来在的位置其实是用抛锚的方式，用锚定勾在那个地方不动的。但是因为这2天听说有台风要来，所以它如果说停在那边用锚定的话，其实如果说遇到风浪会大的话会危险。那再加上这几天由于那个补给都被切断了，我们前2天看到他用一架直升机要去运补，可是那架直升机的这种运量其实很少。你知道，对一艘的军舰运补的话，你不是光只有人要吃的东西而已，你还有燃料也要运补，你包括石油这个东西，所以一架直升机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认为说这条9701号会动，是因为船员肚子饿坏了，所以要开始找地方做。那他往哪边靠呢？他选马德雷3号，他往浅滩的地方来靠，也就是他要在那个地方坐滩，因应台风来，他用坐滩的方式坐在那边，我就赖在这边不走了。所以那中国的海警当然也看穿他这个把戏，就故意去拦他，就不让你往浅滩的方向走，逼着你要走出去。所以双方昨天的，我觉得这种碰撞是这种方式来的。那我之前我觉得为什么会有发生这种情形呢？因为我们看到张又侠跟苏立文见面的时候，张又侠这个露出很开心的笑容，他们一定有谈到南海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在这方面，美国就不再愿意给菲律宾提供更多的军武上面的这种后方的这种支援力量，让菲律宾自己要自谋其路，所以才发生这种碰撞的事情。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张老师来帮我们做总结。